是2个饮料跟1个这个叔叔。OK， 我要去做水了，我要去做水了。冰在哪里？冰在哪里？因为我怕我做的速度很慢。夜市开档现场突发状况，他们的服务很慢。我跟你讲，我看那个队伍的时候我很紧张，半小时之前我还在做我的水，好难哦。这，CC，我相信你，你可以的。这样你在做什么？我第一次吃本哥，吃到我很想哭。开档喽！夜市新手，2组艺人在夜市开档进行 PK， 挑战时限24小时。接受挑战，赢取开档资金后，他们将根据特定主题设计菜单，准备食物，在夜市售卖。赚最多利润的一组就是赢家。夜市对许多人来说有很多回忆，逛夜市的悠闲自在、古早味的氛围，还有让人食指大动的各种小吃，总让人回想起童年的美好。今天，大比尼夜市迎来说学逗唱样样精通的2组艺人，接受夜市新手24小时挑战。这个夜市蛮小，就是蛮短一下的。对比起我们平时看到，其实短很多哎。什么？我看到我最喜欢吃的东西哦。什么？盐酥鸡耶！大家看，大家看，大家看。哇，夜市对我来说其实有很多很好的儿时的回忆。说真的，因为你不但可以吃到很多东西，还可以玩游戏。在我小时候，我记得我很喜欢跟家人一起去逛夜市，一边吃一边逛，一边嬉笑一边嬉闹，看看花花草草，然后再继续买更多的食物。觉得这是让家人很开心 bonding 的一个时间。你看哇，等一下它的锅大的大的，看看看，可以给我1个吗？好。经过夜市，我一定会买台湾香肠，这是我的最爱。而且我记得以前台湾香肠才1块钱，我对它真的是念念不忘。老板娘，我买盐酥鸡，你可以送我香肠吗？OK 了，请你吃了。谢谢老板娘。哇，你很厉害喽！我的盐酥鸡嘞 Hello， 小姐，你看你的手拿着什么？你决定你要做我的拍档吗？我觉得我有点小失望哎。不是。当我知道我要跟 CC 合作的时候，我是非常开心的，因为我们认识这么多年，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合作过。跟他搭档的话，我觉得无话不谈，一定没有冷场的一面。这个是欧大。你有没有欧大？我有欧大，我也喜欢吃欧大，因为吃欧大可以补欧大。那我真的很喜欢吃。因为我喜欢吃辣，所以欧大谈辣的。你喜欢吃辣？我不懂我喜欢吃辣。OK， 又不是朋友啦。我们只是朋友吗？都没有谈恋爱，我怎么知道？你不要只拍你自己，拍我。我很喜欢逛夜市，因为我觉得很热闹，然后很多摊位是不同口味的，因为我很喜欢尝试很多的口味。之前巴沙马拉有卖衣服啦、毛巾啦这些东西，所以我妈妈会买给我。想到我小时候我们家境不大好的时候啦，所以有点饮水思源哦。我对 milk tea 是不可以抗拒的。为什么？我不管去咖啡店啊怎么样，我都会看到这个台 milk tea， 哇！因为它的糖分很高，所以有一天。那是弟弟，他很可爱，他幽默感很好，然后我们在一起会玩得很开心，会笑得很疯，因为我们私底下是好朋友。但是他有用吗？我觉得我脸皮比较厚哦，我敢去跟我们的粉丝还有顾客互动，鼓励他们买多一点东西。我们越走，我们越看到熟人。Hello， 我们在我有请我的这个印度同胞吃嘟嘟龟还有麻鸡 ，OK， 其实是老板娘请的啦。你们有没有 support？ 你们有没有用钱买？这个什么来的？我们都有用钱买的。搭是吧？他不会煮，我也不会煮嘞。可乐也不会煮啊？没有我觉得可乐哦，他自从去上了那个烹饪节目之后，就是有进步很多。而且我知道可乐他会一直坚持到最后，所以有他在，只要是他再不会煮，他还是会变出一些花样来。但大家就有可能真的会觉得我不会煮，我什么不能，我会想要 contribute， 可是我给的就只可以到这边而已。那我也一样，我真的不能煮。我不要同意的。我觉得我的肩膀好重啊！
我觉得本来以为是 Ben 的说哇轻了啊，然后大成说哇两边压下来，大成肯学习，所以我就是觉得他可以帮我做小帮手，所以所有的想法可以一起讨论，但是主要的还是以我为主。如果另外一个人会煮的话，他会有自己的想法，那你们会有很多纠纷，有时候你们觉得一个决定做到这么久。欢迎来到开档的夜市新手。本集的主题是儿时的美好，请到指定的地点进行资金挑战。两组玩家穿插排成一排，跟着节拍答题。各玩家要先重复说出之前所有的答案，再加上自己说出的答案才算完成。跟不上节拍或接不上词汇者淘汰出局，3局定胜负。对我来说，我觉得没有问题，因为我们都可以背剧本这么容易来2、3篇都 OK 来，轻而易举嘛，对不对？很容易就过关。这个是做什么的？打人的。弄坏道具，我们直接定胜负了，就是我们赢了，谢谢。我为我的组员感到抱歉。为什么会破的？因为是给小朋友玩的，所以没我很强嘛，我是强。你强壮，我是等男子汉来的，所以我打破的时候那个 just broke 咯，没有啦，小事啦，很便宜的，但是不要从我的工钱扣就可以了。OK， 有新的啦。OK， 不要弄坏了啊！哎，题目是什么呢？第一题，儿时爱吃的水果。怎么样？3、2、1，请你跟我说一说。苹果、苹果、榴莲、苹果、榴莲、橘子、苹果、榴莲、橘子、西瓜、苹果、榴莲、橘子、西瓜、草莓。苹果、榴莲、橘子、西瓜、草莓、红毛丹。苹果、榴莲、橘子、西瓜，什么很难哎，很要 focus。你知道你要 focus， 你又要加上你要跟节奏，这上的时候是，哎，你要讲新的也不可以重复。证明一件事情。呀，那这个游戏我玩过，我在很欢乐的时候玩过。你的记忆力也不错，你的记忆力也是很好。我很 concentrate，啊，你很专心。对，我专心。第二题，儿时的游戏。 OK， 游戏。我觉得大家都可以讲英语，但是死的真的只有可乐一个人，真的。我讲英语的话，连我怕可乐不会会忘掉。我只是讲 OK， 如果我做一样东西会不会害他啊？这样而已。对我也是一样，因为我想要害对方，比如讲我可以讲红毛榴莲，然后太长的话，他会不会记得？呀，担心会不会害到对方比较多？大家一起说一说，捉迷藏。捉迷藏、跳绳、捉迷藏、跳绳、羽毛球。捉迷藏。其实我本身觉得我的记忆力不错，但是有时候我需要讲出来的时候，我怕卡住。然后因为要跟着那个 rhythm 嘛，CC 和 Ben 帮了我很多。因为通常是他们俩，他们先卡住其中一个人站在我旁边，但他们卡住我就哈哈哈。篮球。我觉得他们的记忆力也是有一点问题，or maybe 他们觉得太多压力，他很 nervous。我们的敌对会赢呢，是因为我们很烂，不是因为他们厉害，是因为我们烂。恭喜蓝组获得400元资金购买食材，而可怜的红组则只获得300元资金。300块也不是不好的，我有没有用完的话，你们还是减300嘛。所以如果我赚得多，我减300，我的total income会比较高哎。来，拜师学艺，烹饪技巧学一学，煎炸蒸煮都可以，摇珠滚滚转一转，选出要学的料理。OK， 我知道，所以是转这个，然后号码滚出来之后呢，我们就撕下相对的号码。各位观众，是2号球。2号球。 OK， 我们一起看2号球。夜市汉堡。好了，那我们马上出发去学我们的 Rumley Burger。事不宜迟 ，Let's go。 Let's go, let's go。
说学逗唱，样样精通的4位艺人来到淡滨尼夜市开档喽。Das 和阳光可乐是赢得更多开档资金的业主。嘿，究竟他们会售卖什么夜市美食呢？儿时的美好。那这个美食，我马上就想到一样了，就是玉叔叔。因为我小时候真的常吃，我妈都会买给我，就是1杯的，你用小汤匙就可以很容易的吃，然后又甜甜，又有一点牛奶。对我来说，我儿时的回忆是马铃薯，它很简单，很便宜，然后就可以做出很多道不同的美食。其实这样一讲起哦，其实有很多 idea 突然间爆出来。有吗？有 OK。例如说啦，我们讲马铃薯，我们最常听到就是 mashed potato， 对不对？是。然后我们做 mashed potato 的话，只要 mashed potato 少工少钱，而且又不用花太多力气去做。然后那个酱哎，对，如果要掺那个 Ramly burger 下去，我们可以用 Ramly burger 的酱。不错嘛，你们还没学艺就已经有不少点子了。那拜师之后不是更了不得了吗？赶紧开始吧！哇，不一样的汉堡，不一样的青春。我会教你们如何去做汉堡，教我们做汉堡。一人派一个出去里面切汉堡。哦 ，OK， 我记性真的纠结，拍档很累。那时候真的觉得你很多借口，你真的很需要这个机会去学煮，去接触下厨，有这样的环境，然后有食材，你只要煮而已，你就会感受到下厨的美好。虽然他们是我们的对手，他们对你完全没有信心，我对你有信心，因为我生病。完全不用商量了，就 CC 说 Ben 上就是你了，因为他会空着头脑进去，也空着头脑出来，所以你宁愿不要进去算了。来，包大人，我们请走步啊！上，谢。哇，晕，这边。哇！来到了厨房，这是我的厨师阿乐。我会教你们如何做汉堡。夜市汉堡的做法其实不复杂，首先把汉堡面包抹上黄油，然后烤至金黄色，铺上沙拉菜，再淋上黑胡椒酱及辣椒酱，配上一片乳酪备用。接着就是将黄油放在肉饼上，把肉饼煎成金黄色。OK， 来，现在肉好了啊，我要切开它。哇，这个危险！那你们要小心啊，切开它。你要留一点。还有，这是秘方吗？这个还是咖喱粉加我们自己加的料。接着，我们的汉堡师傅将传授制作夜市汉堡的精髓，将鸡蛋用锅铲摊平成大面积的蛋皮，再将肉饼放在蛋皮中央。再撒，撒太多太少有关系的吗？太多会苦。淋上秘制酱汁之后，把裹了金黄蛋皮的肉饼放在汉堡面包里，夜市汉堡就大功告成了。可乐和 Ben 努力表现的同时，让我们也关心一下2位在外偷懒，我不是，应该说是偷闲的队友情况如何？我本身觉得我也不会炸，怎么办？我是。去luckily我们不是同team嘛。我觉得如果我们在同team我们会，他们默契蛮好的嘞。听到他们在那边喊，边看下面哇，他们忙，边很热，就很开心哇。幸好我没有去。哇，这真的有点恐怖哎。难度在于，因为我们要把手靠那个锅很靠近，而且真的是非常热哎。如果你不小心的话，你真的会烫伤自己的手指。不要把它拔开。哎呀，没有切到很美。给你们做一点工。我们就是来实习的吗？刚刚已经实习过了，现在要做一点工啊。我们要做什么？教你们怎么切菜哦。我觉得你的刀都握错了。你这样切的话，汉堡是不好吃的，太粗了，太难看了。所以我们要切薄一点。这么薄啊？对，这样的话我们的汉堡才好吃啊。我每次一拿刀，我阿姨就不要动，因为她觉得我一握刀就没有那个厨师的感觉，她不放心。哇，怎么样切啊？难哦，尽量放平那个刀。这样子压着它。OK， 不要切到完，留一点缝隙。OK。stop， 你对你你。终于。我学到怎么样好好的切啦，之前我切的是凹凸不平的啦。老师，你觉得我们谁做的比较好？你觉得我哪一方面不好呢？其实你也是切的还不错了，只是说他切的比你的比较细一点。我要下蛋啦！我都包不了了。快熟哦，这个锅好了，来，还算可以的。
OK，这样我们就要放酱料了。这么难看呢？连我也懂哎。如果本格子有这样的话，有问题哦哎。这里是怎么回事？我会给足料的，所以我的 sauce 放很多嘛，对吗？sauce 放很多，它就会滑，我就用一只叉，一只不好看嘛，对吗？那2只比较 cute， 3只就不可以了，3只就拜拜了。很好吃，你摸你良心，我摸全身都，我觉得。很好。翻一翻，摇一摇，翻瓶子，吃汉堡。食材挑战，2组艺人将各派代表反转瓶子及吃汉堡。成功将瓶子站立的一组可以开始吃汉堡，直到另一组把瓶子成功翻立后才停止。一方停止后，另一方的代表就可以开始吃。最先吃完汉堡的一组将免费获得60个鸡蛋作为指定食材，失败的一组则禁止使用鸡蛋为食材。我跟 CC 就哇野心啊，我们一定要赢，我们一定要赢一个挑战，对不对？我就一直翻那个水壶，一直翻。CC， 我相信你，你可以的。可乐，我也相信你不可以的。这样，你在做什么？你要这样丢吗？你一直可以帮忙吃的哈。我丢你。不可以。因为他在准备食物的时候，刚好桌子上有很多这些水壶。Then I think 有一个 crew 在那边玩，说我去玩，我玩得不错。哪里有？你可以帮我帮。 OK， 你做。我知道他们会很差啦，可是我没有觉得他们会差到这样。吃，快点吃快点，姐姐要吃完了。哎，为什么你有吃的？我没有吃啊。Stop。可乐其实他吸收能力很强，但是我觉得他试一次他会抓得到那个点，他没有想到他那天抓不到，我就看他乱丢一番，然后因为他们没有丢到，我就要一直吃，我也不可以换，整个汉堡都是我吃的。哎，你看我们都没有吃到哎。等一下，我第一次吃本哥，吃到我很想哭，觉得我都没有品尝到本哥的味道。我觉得我对不起那个汉堡。来，这是你们的奖品。谢谢你们开档成功。谢谢。It's okay。所有的东西都需要放鸡蛋咩？所以我觉得这种 OK 咯，让他们用蛋哦。烹饪厨艺学上手，红蓝2组就必须回到夜市斗智斗法，进行选摊挑战。OK， 来，为什么？抢滩大战，踩气球，争先机。 2组各派1位代表，在有限的范围内踩爆对方的气球，踏出范围者将被淘汰。最后，脚上还有气球的玩家就是胜利者，3局定输赢。那个挑战我很生气，我不明白这么多东西可以挑战，为什么一定要用气球 ？CC 怕气球哦，他不止怕气球，他更怕破掉的气球。 不要给我踩啦！我可以让你结束。不要！如果你们有看到的话，我伸出我的小脚，很多次都踩不到对方，因为太远了，我的脚太短，踩不到。身材娇小的可乐或许有一些先天上的不足，哎，他却在第2局有关键性的突破哦。 后来我就误打误撞的不小心把 Ben 逼去死角了，他自己重力不稳，然后自己出局了。我没有策略了，我没有这么聪明，真的是误打误撞，不小心的，不小心我就赢了。哎，这样输了，我们玩第3局。终于到了黄金时刻，谁能优先选摊位呢？第3局自有分晓。 可乐他打你啊！谁说你可以打？我一喊他会吓到，因为他是那种很斯文的人，我觉得他会很怕我。如果我吓到他，有可能他会走出范围外面。哦耶！大机会！你想唱你就听到了。这个好笑，我很好笑的，我是做喜剧的。太多的机会让我踩可乐气球了，我都没有办法做到哎。走开！等一下，我很晕船，
赢。Stop，你可以休息一下。我知道西西的体力是很好的，只是我不懂他怕气球，因为玩游戏很难，我们很想全力以赴的去玩，但是会不会给人感觉，我们很想赢？我们是真的很想赢，很想赢，但是我不想赢 to the point where 我们欺负别人。对，看西西这么拼是第一次哎，而且你可以看到他是汗流浃背，随时的挣扎，宁死不屈。我跟他说你真的不行的话就不要撑了，但是他表现出来那种运动精神跟专业的精神是令人佩服的。而且我们给你选择，你要给我们踩破气球，还是你要光荣的走出去？我的不要，我的不要。我不能还没有试我就放弃，我没有试我就放弃的话，我觉得我会很后悔。我要挑战自己的极限。如果当下我试，我会不会有可能会赢？最后西西的极限还是抵不过 Das 和可乐，蓝组优先选心仪的摊位。OK， 这是我们第一个档。我觉得呢，这个档空气非常新鲜 ，OK。不过我觉得人潮没有很好啦。OK，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，是让我们选还是让你选？我们这个可以建议。上去感受一下。 OK， 我要看一下。看一下，来走动一下，退2步。走后面。我要看那个往哪一个方向？风水啊。后来我到那个摊位的时候，我心里想，一定要选那个比较大的，不会太挤。好，这就是你第2个摊位。这边是真的比较靠近我们的巴士站的，可是你看一下，你退2步没有了，很挤。这边有一个好处就是如果我们排队排到很长的话，有位。Ben 其实他一看他就相中了那个比较靠近巴士站，他觉得人潮好，加上有人龙的话，可以这样子排，顺着排。他们讲的这么多我们很 stress。OK， 不管你们选哪里，我觉得都 OK。在选的时候，我又选择困难，我又想要这个，我又想要这个，怎么办？小孩子在做选择，我统统都要。OK， 那我们今天就拍到这里为止。好，谢谢大家，我们先走了。我们先不用这边。OK， 大喜有决定了。OK， 来这边。好，谢谢。哇，我到底是做了什么好事啊？上辈子居然可以让我得到我想要的摊位。2组的摊位终于尘埃落定了。夜市新手24小时挑战正式开始。明天2组艺人将会售卖什么夜市美食呢？让我们拭目以待。一大早，2组艺人就出发去购买食材喽。究竟他们会如何诠释儿时美好主题？让人期待。对，你有带钱吗？昨天的，我们的钱在哪里啊？我放在家里耶。哎呦我的妈！你放在家里，很奇怪嘛。我们第一天已经给了我们资金，然后说自己保管，可是他真的保管得非常好，放在家里，他就马上迅速的按了一笔金额出来了。肚子有点饿了，我觉得我们应该是吃饱了才有力气工作。刚刚买饮料了。对，有饮料了我们也有。我们昨天太累了，我们做太多东西了，所以今天呢，比如说我们就想我们的海报我们的策略我们的食材呀，当当，美不美？属于你。我可以说你们可以跟我们讲哪一个比较美啦。我本身觉得你的比较好啦。哎呦，我们的2组夜市新手果然是板凳多过板面灯啊！还是赶紧去士巴沙买食材吧，否则巴沙摊贩们都要收档了。老板娘，然后我们要买这个加工多少钱啊？2块半，你2块。2个2块半啊？对，你2块。我2块。对。我们一开头呢就非常顺利，我就买了24个的玉蜀黍，用了10块钱。然后接下来呢，没有买到东西了，因为已经关了。刚好有一个安迪让我们知道 supermarket 在哪里。是西西哦，一到菜市场像一个议员在那边 ，Hello， 安迪安哥 ，Hello。当我踩进士巴沙的时候，回忆满满的。如果我要卖给150个人，这个拿整箱了咯，整箱差不多10公斤。10公斤啊？还是10公斤是？对的哈。这样子买10公斤了，有没有优惠？我算你18咯。哇！最重要的是菜市场的价格非常的便宜，如果我们是去超级市场的话，价格会差非常远。我们要煮马铃薯泥，可是它上面就是有那个酱料是有鸡块的，跟你起肉咯，让它跟你起骨起肉啦。买食材的时候，我跟你说，真的庆幸有西西，因为西西非常会的
讨价还价。可以算我便宜一点吗？我们昨天玩游戏输了哦。我们的那个资金哦，很少嘞。很多人讲说你摸了我哦会赚更多钱的，我给你摸一下，你可以算我少一点吗？CC 真的是用尽了他全身的美色在讨价还价，尤其是鸡摊哦，竟然送他2片肉哇，不要紧啊！讨价还价，花言巧语。2组艺人各显神通，买齐了所需食材，就赶紧回夜市准备开档啦。现在我们就把我们所有的东西先拿出来 ，OK？ 这是我们的水。你需要什么帮忙，你跟我讲，我会帮你做的。等下我们也是有很多的帮手来帮我们。我开纸袋，然后我给你，这样就快吗？对吗？可乐，我觉得我可以做完这个，你要做其他的吗？哎，是 OK， 要带的食材来了。你觉得2个人够吗？2个人我觉得有点不够，因为我们空间很大。我也是本身觉得2个人不够，让我看我有没有其他的人想帮我。哎，刚好看得到秀萍，来。这是 manager， 这是 chef， Hello 这是海丽。chef 其实帮我们很多，昨晚我们很晚打电话给他，又带一些料给我们。对，我们的本钱买不到的。对，买不到。我们在巴塞马拉卖 chocolate oil 啊。我们完全不慌不忙，他分配好他做的东西，然后我就是做酱料。看开始冒烟了，那你就你看你可以听到一点声音，它在煮，你要注意一下，因为开始很烧了，它颜色要烧。可乐跟 chef 去商量怎么去准备那些不一样的口味。这个我应该要用汤匙沙吧，还是用手？用手比较容易，它会比较一般。我就在那边拼命的切那个玉蜀黍，很不容易。切玉蜀黍，它的中间很硬哎。那个时候我真的有一点压力了，因为我们有这么多玉蜀黍，但我一个人也切不下，但我叫那个 chef 帮我，他也是跟我一样用力切。没有什么 special technique 啦，就是要用力咯。OK， 所以接下来呢，我把牛油融化掉，所以这个牛油呢加进去那个马铃薯泥，为了是再给它一个比较奶油味的一个口感啊。然后我们把它搅拌的时候呢，其实它也会比较的柔滑，那口感是特别的好的。马铃薯泥也可以放 brown sauce 或者 bacon bits 在上面，也是很好吃啊，又方便又容易做。但是要做来卖的话，其实是另当别论的。差别在于你在家自己做的话，不管是什么食物不好吃就没办法了。但是卖给别人不好吃的话，他们有可能会拉肚子，甚至是觉得浪费钱买我们的食物，然后得到不好的口评怎么办？所以我觉得不一样的压力，真的。成功吗 ？Perfect。是当天我们在采购的时候，我发现 OK 啦，我们有额外的资金，我们就做水好了。所以我们有水之后，我发现我的菜单没有水，我就叫其中一个小帮手，他很能画，去帮我画个水菜单，然后放多少钱，非常可爱。其他的小帮手会煮的呢，都是帮我们做马铃薯泥；不会煮的呢，都是帮我们摆放好。因为我真的一直记得我阿妈跟我说，开档做生意，我们一定要整齐，一定要让人家觉得这个档口他煮出来的东西是安全的、卫生的，因为他的档口干净。所以我一直有谨记阿妈的这句话。所以在那边你可以看到我一直在那边骂桌子。我们是高档的路线，平民的价钱。本来想说一整个不要切半，我想卖10块，他们就说在巴塞马拉卖有点贵啦，大第一切半好不好？你2个的话就2个口味，2个10块。那如果你卖1个的话，10块钱，就觉得哇好贵哦，也是一样的嘛，反正我们赚更多。我们下来见证奇迹，到底能不能够放到你们想要的 volume？ OK， 就 OK 啦。OK， 拿桌去 ，then we just sauce 下去。因为我们的马铃薯泥真的是不够，所以我们唯一能做的呢，就是放一半，然后另外一半呢，就是用薯片来填补那个空位，然后再淋上酱汁。淋上酱汁之后呢，就看不出了。有没有幸福的感觉？升天呢！我们的薯泥真的制作的过程需要很多很多的时间，要很多很多的人力，就是有点铤而走险的这样略的撑过去。开档前的准备功夫可不小哦。西西和 Man 请来了小帮手，终于可以给大家介绍菜单啦。所以我们这边呢，这一摊就叫做正西泥。今
天的主题是儿时的回忆。那马铃薯嘛，就是我们的最原始的味道。是，而且我们叫珍惜你，是因为儿时我们都大家很珍惜对方，珍惜彼此。那我们就介绍我们第一道菜。是，这是原味的，然后加上一点点nacho，就让你们会提升那个口感，是非常的好吃。那第二道菜呢，也是马铃薯泥，但是加进了 tomato sauce 进去。我们小时候最喜欢喝的饮料是什么？阿姨看就知道了吗 ？Black currant juice。对，但是我们有什么特别啊？哦，因为我们有加。对，所以它甜甜，但是有一点气，所以非常的解渴。你们买的话，我们真的会非常的珍惜你。当然，我们的这个主题就是玉蜀黍，那怎么样让它特别呢？而且有贵气感啊，所以呢，就是我们今天创造的，我们有5种口味。我的左边的口味就是辣的口味，右边的是 truffle 松露阿叉。对，这个呢就是我的黄昏之城，明白？有渐变的颜色，一杯一杯泡给你的啊。外表来讲，我们一定赢了，然后呢，味道我们也一定赢了，对，而且我们价钱也赢了，对，所以我们今天就是必胜。还要比吗？两组夜市新手经历了20小时的筹备后，马上要进行终极考验了。倒数5、4、3、2、1，开档喽！夜市新手，夜市新手，很兴奋，我们就开始开档了，很忙，各自忙各自的，那个心情呢是很愉快的。对，它是2个饮料跟一个这个玉蜀黍。哦，一个玉蜀黍啊，你说6668对吗？对。哇，谢谢。OK， 我要去做水了，我要去做水了。冰在哪里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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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样，我要 很 focus， 因为我怕我做的速度很慢。And then 我要跟他们收钱，我也要保持卫生。我看到有人排队，我觉得有点安心。我们今天有3种马铃薯泥 ，OK？ 好，你们排队的时候想一下要吃什么啦？我们东西非常好吃。既然有人这么早就为我们而排队，感到很压力啊！因为我们觉得食物真的 OK 吗？可以卖出去了吗？我跟你讲，我看那个队伍的时候我很紧张，我想说怎么办？我要怎么帮他？而且半小时之前我还在做我的水。谢谢你。所以我必须要记得这个水的味道，因为其实第一批是小帮手调的，因为我必须要调的一致。因为我阿麦跟我说过，做生意卖出去的东西一定要口味一致，他觉得不一致，这就是不专业。所以我一直谨记这几点。所以阿妈，谢谢你。哎呦，很忙啊，我们，哎呦，排很长哦，我快点叫你们全部的 friend 都来嘞。你这样可爱，我自己都不想这样。你这样，哦。水而已吗？要我的加工吗？一个 cheese OK。一个 cheese， 一个饮料，12块对吗？是特你直播，今天看现场。谢谢老板娘。一周我看到阳光可乐的直播，都有在关注它，好喝，有参去喜欢，好吃，可是有一点咸。好吃吗？我觉得我卖出去了，看到他们都在旁边吃，很有满足感。而且有一些粉丝朋友就会私讯我说：“哎，你看我儿子都吃完了，我都没有机会吃，早知道买多几个。” EILVIA。Thank you very much。因为我喜欢看他在电视，排了很久才拿到这个，但是觉得很好吃，很好喝。Hello， 你好。你可以叫阿姨了啦，不用叫姐姐啦。没有啦。因为其实是有跟着 CC 的 Telegram 有注意到说这边他有这个活动，还带着我的3个孩子咯。没有想过这个巴沙马有 mashed potato。我喜欢吃这个，因为有鸡蛋。我觉得他们煮的东西不会输给厨师，觉得可以卖便宜一点。来，下一位 ，Hello。你这样爱我啊 ？OK， 对不起，让你久等了。这应该不是晚餐吧？我选的这个 I think tomato sauce。Out of 10 I can give 9。没有 expect 说在巴沙马拉会有这种食物。我喜欢吃甜的 mashed potato， 因为这个很特别。我可以给他大概7分到8分吧，东西一定要有进步的空间。哎，任务卡，特别任务，人气大挑战。特别任务人气大挑战
两组个别争取顾客，将合影上传到社交平台，并附上指定的话题标签。获得较多顾客上传合照的一组，将会得到额外奖金纳入收入。现在从这里开始，每一个人我们都合影，合了影你们都动 hashtag。我可以问一下你们制作组在想什么吗？很忙了嘞，我们只有2个人，然后我们还要合影，合影就是说我们要停下脚步跟人家讲。其实他们也知道我们忙，所以他们有时问的时候，他们也会来，可以跟你们拍照吗？我们就一起快点拍，然后做不到几个步骤，又另外一组来，我们拍，然后记得hashtag我们呢，很忙。Sorry， 我们真的要卖完了。我们的心里面还有脑子里面，只是想着要快点出差，完全没有顾虑到我们卖的多吗？我们会不会赢敌对？我们到底好不好吃？因为当时候我们已经觉得很多人都认为我们的马铃薯已经是好吃的，所以信心也比较十足了。终于到了两组艺人目前最期待的一刻——中场休息。哇，可以休息了，终于可以休息。啊，就是想啊，歇一会儿，上个厕所，补充体力，再战。当然，观众有做过关于 F&B 的生意过，但是那些没有做过的人，他们需要了解这个很累，很累。哎，没有听到，西西。等一下，我不懂是我要往后仰还是要往前靠，因为我真的很累。我们辛苦归辛苦，我们很想享受当下。我们已经当作是自己在开档，然后刚好就碰到朋友也在开档。我跟西西完全都是在享受那整个过程，而且跟我们的粉丝们互动，然后煮更好吃的东西给他们吃。两组艺人都表现得非常卖力，究竟哪一组会暂时落后，而哪一组又能拔得头筹呢？经过第一轮乱中有序、苦中作乐的上半场后，现在马上来看看是哪组领先吧。我们没有字，我们先回家。又有默契了，你很适合综艺。我心里面其实有一个很强的预感，说我们一定会领先。因为我在眼角看的时候，虽然他们前面是有排长龙，但是后面就没有人在排队了。反正我们的队呢，其实没有停过哎，而且他们卖的价格也没有我们高啊。所以你们领先，恭喜恭喜！其实心里有小小的失望，因为觉得啊，这么努力做了这么多，还是输给你们，不管多还是少，但是输了还是输了嘛。来，是不是任务卡来了？橡皮擦大战，两组艺人将以猜拳决定顺序，轮流翻制橡皮擦。哪一组的橡皮擦落在另一组的橡皮擦上，就算获胜，3局定输赢，赢家将获得转轮盘的机会。哇，我真的勾起太多回忆了。In between classes 的时候，我们都会说，拿出我们的 eraser， 我们注意玩。不可以太近，你太近很难，要远一点。你又讲你不会玩。那如果我赢的话，我就可以拿你的 eraser。所以我们每天都有一桶一桶的那个橡皮擦，这样拿去学校，来跟人家比。这对我来说也算是一种儿时的美好。我跟你讲，这个身材嘞，压人最厉害。很明显啊，最老的一定最有经验啊。等一下，他会不会跑太远？还没会玩，但是每次输。这个游戏我没有很大的 skills， 就是玩哦，赢就赢，没有赢就没有赢哦。那个时候啊，我真的很累了，对吗？很累了，我就要结束这个。打赢了，打赢了，又是我们嘞。我们快点来！我觉得西西很像在我们读书的时期要考试了，然后我们讲我没有读书，然后结果考100分出来，他讲我会玩，哎呀随便玩，他随便玩都赢我嘞，极大的侮辱。从小玩到大，你阿姨有练过。敌对提供10分呢，你们要给我们10分呢。他一转到的时候，我说我要做10个给他，我是耶。可是后来我发现我会错意了，因为我做10个给他，那我们就少了10个可以卖，而不是增加他们的负担。可以咯，你们买一下咯。他们的服务很慢。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？How much？ $6。哎呦，so expensive 啊！开档哦！开档哦！都觉得我们4块钱的饮料都非常贵了，你觉得6块钱还会崩溃吗？
罐。幸好 CC 的朋友还蛮讲义气的。1、2、3、4、5、6杯，6杯全部拿到完。真的吗？要排队吗？要排队吗？不用3。OK， 来拿到完。说我觉得有可能这对我们来说也是好处，因为我们这样做白白赚了60块，而且我们又不用做了什么工哎。给你们看我真的沙发。哇！给你做一点老干妈，谢谢你。它的玉米是熟的，是甜的，还有加上那个辣的seasoning，所以我compliment 的很好，10分，这个我给8.5。其实我本来要6点要到的，可是我迟到，所以有抢到的最后1分，觉得很开心了。其实我有考虑要不要再买玉叔叔，但是我们要蒸还要切，是花时间的，所以根本来不及。只有卖水。其实我有想过要不要跟前面2档买杯，但是后来他就马上就讲出来，不然我们这样啦，我们最后剩下这几杯哦，我们不要卖了，所有帮我们 hashtag 的我们就送。我觉得这是个 good idea，因为毕竟很多人有跟我们买嘛，现在又给他们好处，然后他们又可以帮到我们，聪明耶，你终于用你的脑了。有一些人啊，所以你们懂我们的那个马铃薯泥很快就卖光了。很高兴啊，但是现在我们就是要换一个策略，我们也是卖马铃薯，但是我们卖的是 hash brown， 还有 cut sausage， 然后那个酱汁是一模一样的，反正那个 base 也是马铃薯，所以我觉得应该没差了哈。还有吗？你要水吗？要2杯。可以。给多一点 jelly。我拿1杯，然后拿过去给他们喝，可以吗？啊？拿过去给谁？拿过去给 Das 跟可乐喝。可以。我们 OK 的啦，不要还钱，你要做什么都可以。那现在有来支持我们的人，我们很感恩。但是如果你们可以帮我们多一个忙的话，你们拍一张照片，然后 hashtag 这个可以帮我们很多。要标好哦 ，Pasar Malam Star Blue。OK， 如果我们 spell 错的话，他们 detect 不到。OK。有一些人，我送完的水之后哦，他们还继续帮我们做这个 hashtag。煮荷包蛋是最累的，得要现点现卖，因为我们只有2个锅，所以我们一次只可以煎2粒蛋，因为另外一锅需要煮别的东西嘛。我就在心里说不要点那个荷包蛋的，因为他们每点一次我就要煮1次。但是好在如果你现点现卖的话，人家吃到的鸡蛋是烧的，所以不幸中的大幸。就这样，我们2组艺人抱着不同的心态，以不同的策略，度过了夜市开档的最后一段时间。不可以收钱的，我们可以继续。不可以收钱，但是我们还煮给你们啊！等一下。当我煮完最后1份，然后送出去的时候，突然就觉得好空啊，让你的世界停格在那边没有动。刚才我们忙了4个小时，做了这么多东西，突然间没有东西做。当你歇下来的时候，你懂那种感觉吗？就是让我放空吧，就是什么东西也不要管，我没有太多的精力再去做别的东西了。大家辛苦啦！好，是时候揭晓成绩了。6位。我们是66大顺，3、2、1。后面2个不重要，前面2个才重要。2、1。好接近哦！其实我在我心里有打一个底了啦，就是应该是不会赢的，只希望那个数字不要拉太远，可能他们赢我一个300-400块。特别任务，人气打跳上。好可爱。我要 try。特别任务，人气大挑战，获得更多顾客将合照上载到社交平台的是我们。所以我们有特别的任务奖金100块。出乎我的意料之内，就是我们没有赢，因为我们真的没有很细心的在拉歌。可是我跟你讲，很靠近。如果我们不需要给他们10杯饮料，我觉得我们有可能有机会赢。如果我们还有食材的话，真的还可以拼一拼，搞不好真的可以赢哦。所以这次我们挑战成功，开档了夜市新手。我会这么爱吃，也是因为阿爸煮的东西很好吃。我从小就跟我阿爸住，所以带我去夜市也是阿爸去。儿时的回忆是避不开阿爸这一点。如果他在的话，看到我今天这么的用心去经营一个夜市的话，他应该会在那边很开心，也应该会觉得说以我为荣吧。